親愛的各位同學們，大家好，歡迎來到 HSK 5級的考前輔導系列課。今天還是跟着嚴老師一起學習一下我們的聽力部分的內容。今天上節課已經跟大家說了一些小技巧，是不是？你要聽之前要怎麼樣？要預測，預測很重要啊。看了選項，要知道可能說的是什麼話題，問你的是什麼問題，對不對？除了預測呢，我們還應該注意什麼？看選項的時候要做對比，有2個選項，如果長得比較像的話，可能就是出題人給你挖的坑，對不对？千萬不要掉進去。聽的時候仔細一點，關注一下細節，選擇出正確的答案。那還有就是聽的時候我聽不懂了，千萬不要慌。考試有时候心態也很重要，不要慌，耐心的聽完整個對話，說不定你聽不懂的地方根本不會影響你做題。大家說是不是啊？上邊呢就是簡單的想了一下，回顧了一下我們說做題的小技巧。今天就和大家一起來看一看，在5級考試的长對話測試部分，也就是我們說有10個題目，讓你聽1個、2個、3個，甚至很多話輪這樣的一段長對話去做1道題目。那這些對話都是關於什麼話題的呢？不同的話題，它可能用的詞不一樣，是不是？在你的選項當中，如果看到了某一種特定類型的詞彙，是不是就應該想，這個話題可能就是我們要考的那個話題，是不是？就是我們已經了解到的那些話題，它考試的重點也是可以預測出來的。同時反過來，如果你知道每一個話題當中的一些詞彙，你也是可以重點的去听一听的。我們就不多說了，老師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光說不練都是沒用的，說了這麼多還得一起練一練。我們就從我們的日常生活開始。其實在長對話當中，很多的題目都是跟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說到日常生活有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是不是各方面都有可能是考点？我們今天先從每天都要出行，是不是說一說我們的交通開始？那交通，說到交通想一想交通方式有哪些呢？坐飛機、坐地鐵。坐高鐵、坐火車，公共汽車、出租車都可以。那除了交通的方式不一樣，用的詞是不是就不一樣啊？我們看一看我們的4個選項，先來預測一下這道題可能考的是什麼。A. 登機 B. 開車 C. 修汽車 D. 打掃房間。如果讓老師做選擇的話，老師覺得這個 D 一看我就不想選。為什麼？出題人說了登機，說了開車，說了修汽車。登機開車，這一個飛機一個汽車，修汽車也是和汽車有關，對不對啊？所以答案很可能是在 A、B、C 當中，而討論的很有可能就是出行的一種方式，對不对？它是坐飛機了還是開車了那會不會修汽車呢？我們只能說聽了才之後，聽了之後才會知道。說到開車，大家說到開車會想到哪些詞彙呀？一起在這裡給你們提個醒，看完這些詞，我們來做這道練習。開車可能會堵車，對不對？
有時候走的路不对了，去了一個新的城市，不知道應該怎麼走，你可能去問路啊。有時候迷路的時候呢，就會去問路，對不對？好，這個是關於開車的一些詞彙。還有座位就不光是開車了，坐飛機、坐高鐵啊、坐公共汽車都會有座位。這個呢，如果你聽到了座位，那考你的肯定是跟出行方式有關的。好，不多說了，剛剛預測了跟出行方式有關，對不對？那到底是坐飛機還是開車呢？就需要大家自己來聽一聽了。我們一起來看。27，我們10點之前可以到家嗎？按照這個速度應該沒問題，只要你帶着進門的鑰匙。高速公路上，你還是開慢點吧，注意安全。好的，我們爭取10點前到家。男的正在做什麼？問題來了，男的還是女的？問你男的，問你的是男的正在做什麼？剛剛說交通方式，這跟交通方式沒關吶，不要着急嘛。他做什麼？他在做的這個是不是可能他在出行的路上？那他是怎麼出行的？坐飛機還是開車呢？還是車壞了在修汽車呀？我們說你呀聽到了什麼在哪兒呢？在高速公路上。聽整個對話最重要的就是告訴你他呀是在高速公路上。你還是關鍵詞來了，開慢點兒吧，是不是？你還是開慢點兒吧。也就是說，開的肯定是車，一般人不會開飛機出行，很難吶。你開的肯定是車，這個發生的地點是高速公路，同樣也提醒了你是在開車，對不對？其他的選項，登機沒有出現，修汽車沒有提到，倒是有提到了一個房間，對不對啊？房間為什麼會提到房間呢？不是房間，是家，什麼時候到家，是不是？所以呀，我們說答案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在開車。好，看完了。今天這個電腦有點問題啊，自己一直在晃來晃去的，不影響我們就接着往下看。看第二道題目，也是跟交通出行有關的。先看一看4個選項。A. 船上。B. 飛機上。C. 火車上。D. 公共汽車上。非常明顯了，就是問你說話的人在哪兒。在這兒大家就要注意聽了，問題問的是男的還是女的可能他們在的地方不一樣或者說他們討論的話題是不一樣的。那如果你在不同的地方，在船上，在飛機上，在火車上和在公共汽車上，是不是会用到一些不一樣的詞呢？比如說火车有什麼？有車廂，對不對？除了火車呀都沒有車廂。所以如果你聽到了車廂，這個人一定是在火車上。那我們的出行除了火車還有飞機、輪船、汽車。飛機、輪船、汽車、火車都有座位。座位有靠窗的，靠過道的，是不是不一樣的位置。那不同的交通方式，除了詞不一樣，還有你坐這個交通工具的地方也不一樣，是不是飛機在機場，火車在火車站。坐汽車呢，如果你去地方比較遠的話，那就是在長途汽車站。如果你走高速的話，你還可能會聽到高速公路入口，对不对？
所以這些呢都是和不同的交通方式有關的，不一樣的詞對應的方式不一樣。好，我們已經預測完了，下邊就請大家聽一聽，看到底問你的你聽到的是哪一種交通方式？28。您好，我們可以換一下座位吗？我想和我朋友坐一起。没问题，你坐哪兒？我是前面那個車廂的17號，是靠窗的座位。謝謝您。不客氣，我喜歡靠窗的座位。他們最可能在哪兒？問題來了，這次問的是他們最可能在哪兒，也就是問你這個對話最可能發生的地方是什麼。想一想，你剛剛都听到了什麼？聽到了座位，是不是呀？他們男的想怎麼樣？換座位，想和朋友坐在一起。那說座位呀 ，A、B、C、D 都可能有，那怎麼去選正確答案呢？男的還說了，他的座位在哪兒呢？是一個靠窗的座位，我們說，男的說他的座位呀是前面那個車廂的17號。非常重要了啊，重點來了，是在車廂裡，所以你根據座位沒有辦法判斷到底是在飛機、輪船、火車還是公共汽車上，但是你聽到了車廂。剛剛也提醒大家了，火車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有車廂，對吧？你聽到了車廂，肯定毫無疑問，他們在哪兒呢？他們在火車上，答案就是 C 選項。好，我們接着往下走。說到交通出行啊，有時候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和它相關的話題，就是天氣。天氣好不好也會影響你坐什麼交通工具，出行方便不方便，對不對？天氣有什麼？雨、雪、霧、雷等等等等，在這裡給大家列了很多關於天氣的一些詞彙。如果你還有不知道、不了解的，一定要下去查一查哦。首先，第一行是告訴你不同的天氣。第二個呢，這個氣候怎麼樣？是乾的、濕的還是潮濕？溫暖還是寒冷？那氣溫呢？升溫了還是降溫了？下雨的時候可能會被淋濕，身上濕透了。然後提到了氣候、溫度、預報、曬等等，也都是跟天氣有關的。在這裡給大家提個醒，下去多注意一下。天氣經常會和交通一起出現，因為我們看 A、B、C、D 4個選項A 天氣不好，B 路面太滑， C 機長生病了， D 機場關閉了。猜一猜，你看到這4個選項，很有可能這個對話是發生在哪兒呢？ C 和 D 都提到了機長、機場跟什麼有關？跟飛機有關。我猜呀，老師猜，如果看到這4個選項，非常容易判斷的是，這個對話很有可能是這個說話的人去坐飛機了。坐飛機的時候呢，有了一些狀況，對不對？可能天氣不好，航班取消了，因為機長生病了，沒有辦法按時飛行，按時起飛。機場關閉了，那更糟了，是不是？整個航班都被取消了，所以都跟飛行有關。那 B 選項路面太滑，很有可能是因為下雨，但是除了開飛機，還有開車也是要注意的，不好判斷。那我們就把重點放在 A、C、D， 通過他們3個選項來判斷我們今天的話題呀。這道題的話題可能是和飛機有關，
到底是不是呢？一起來聽一聽，檢驗一下。24。請問9點飛往北京的航班怎麼還不能登機？對不起，由於大霧天氣，飛機暫時不能起飛。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抱歉，目前還不能確定，請您耐心等候。飛機為什麼不能按時起飛？問題是什麼？再重複一遍，飛機為什麼不能按時起飛？是不是和我們的預測是一樣的？剛剛預測到，通過天氣不好，機長還有機場，可能這個對話討論的是跟飛機有關的。證明啊，我們猜的沒有錯。那飛機不能按時起飛的原因是什麼呢？對，大霧天氣，對不對呀？天氣有大霧，有霧，飛機对啊就不能飛行。那沒有直接告訴你有個選項是跟霧有關的，但是你可以猜出来，推測出來。因為有大霧，所以是因為天氣的原因，天氣不好，所以呀，飛機不能按時起飛。我們看一看听力當中原話是什麼？由於大霧天氣，飛機暫時不能起飛，是不是？原因就是大霧，大霧屬於什麼呢？屬於天氣，天氣怎麼樣？天氣不好，不好的天氣，有時候飛機呀就不能按時起飛了。所以我們的答案就是 A 選項，天氣不好。大家做得怎麼樣啊？這些呢是關於交通出行的。說完了交通出行啊，我們再來聊一聊第二個話題，也是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有關的。每天都要出去買，也就是你要購物，買了東西當然要付錢，是不是啊？所以第二個話題是購物付款。那說到購物付款，那涉及到的詞彙可真的是挺多的。現在很方便，你能送貨，如果遇到了打折的時候，你可以拿到一個非常好的價格，你還可以使用優惠券。店家呢，優惠券，店家經常還會怎麼樣搞活動等等等等，這些都是跟購物付款有關的。在這裡多囉嗦一句，付款的時候別叫結賬，結賬和付款都是付錢啊。那付款的方式有哪些呢？可以刷卡，可以现金啊，信用卡。現在還有更多的方式，我們與時俱進一下。掃一掃微信或者掃一掃支付寶，對不對？都可以，都可能在你的聽力題當中出現。好，看完了這些詞彙，截個屏哦，下去多看一看。我們呢，接着來看我們的題目。第一道題啊，我們讀一下這4個選項。A. 送貨上門。B. 現在打7折。C. 有優惠活動。D. 保修期為2年，肯定是做什麼去了？買東西了。問一問啊，你們有沒有優惠的活動啊？你們可能是買的東西比較大，可以送貨上門嗎？現在打折嗎？這個東西有沒有保修期呢？這個是通過選項，我們可以直接判斷說話的人肯定是去買東西了。那至於買東西的時候，具體他問了些什麼，就需要你仔細聽，做完了預測，聽到的那個東西啊，完全正確的才可以去選。好，我們一起來聽一聽。27，這款銀色的冰箱是我們今年賣的最好的，您看看。你們現在有什麼優惠活動嗎？现在買，我們送您一個電飯鍋。那冰箱的保修期是多長時間？保修期1年，廠家免費上門修理。關於這款冰箱，下列哪項正確？問題來了，關於這款冰箱，
下面哪項正確？聽到了很多內容，有說到送貨上門嗎？沒有。好，那我們排除 A。有說到打折嗎？打7折？也沒有。A、B 都排除了。C 有優惠活動，好像是聽到了，具體什麼活動呢？送東西，可能送你一個電飯鍋，對不對？那還有最後保修期為2年，其實保修期也提到了，那是不是2年就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了？是2年嗎？不是，是1年，对不对啊？所以我們排除完 A、B 沒有提到，直接不看了。C 人家說到了，男的問了有優惠活動嗎？女的回答有，現在買送你一個電飯鍋，對不對？保修期男的也問了，但是實際上是1年，所以是一個錯誤的選項。我們再來看答案，很容易是 C 啊。人家說你們現在有什麼優惠活動嗎？女的回答现在買我們送您一個電飯鍋，有買有送，買冰箱送電飯鍋是有優惠活動，但是沒有說打折，也沒有說送貨上門啊。人家保修期是1年，所以 D 也不能選。好，這個是第一個關於購物付款的一道聽力題，我們接着再多做2個練習。一起還是看一看我們的 A、B、C、D 4個選項。A 要考試了。B 書店在搞活動。C 買了一個新書架。D 給兒子買生日禮物。看了 A、B、C、D， 想一想，可能是在做什麼呢？買東西是吧？有可能在買什麼？猜的更具體一點，大家大膽的去猜，可能是買什麼？跟書有關。為什麼這麼說呀？A 選項說要考試了，考試你們都要一些輔導書，對不對？很有可能是去買考試的輔導書。書店正在搞活動，在搞活動，便宜了，所以我去買書。C 買了一個新書架，要注意了，那一會兒聽的時候聽得仔細一點，買的是書還是書架呢？ D 選項給兒子買生日禮物。 D 選項其實跟 A、B、C 關係沒有特別大，但是呢說到了對象你買東西是給誰買的，那就要聽一聽對話當中有沒有出現給誰買這樣的句子呢？所以預測完了，大家聽的重點是不是也就出来了呀？好，我們一起说完了听的重點，就一起來聽一聽我們的聽力對話。28。你怎麼買了這麼多書啊？書店正在搞活動，買100返20，所以我一下子買了很多。都是些什麼書啊？大部分是關於如何投資的。女的為什麼買了很多書？問題是女的為什麼買了很多書？你已經知道女的買了很多書，對不對啊？那問你為什麼呢？是因為要考試了嗎？沒有提到，對，沒有提到的千萬不能選。書店正在搞活動，這個是我們對話當中的原句，對不對啊？男的說你怎麼買了這麼多書啊？女的說書店正在搞活動，滿100返20，對不對？那 C 買了一個新書架，也是根本就沒有提嘛，那看他幹什麼？排除掉。D 給兒子買生日禮物。男的和女的討論的都是什麼？買了很多書，為什麼買這麼多書？這些書是關於什麼的，對不對？
沒有提到用途是給誰的，是不是？所以呀，D 也不是大家要選的答案。最後，根據書店正在搞活動這句話，我們確定了答案應該是 B， 完全一模一樣的話，就看大家呀能不能聽到了。其實在聽力考試當中啊，很多时候是会有原句子，也就是说話人说了，直接把这个答案给你念出来了。所以你如果听到的话，不要猶豫，直接就去選它吧。好，我們接着再多做一道題目，同樣也是跟購物付款有關的。先來看一看 A、B、C、D 四個選項。A， 男的在結賬。B， 優惠券過期了。C， 酒店今天不營業。D， 女的忘了開發票。在這裡 A 是男的在結賬， D 是女的忘了開發票。選項當中就提醒你們了，一定要注意聽，這個動作是男的發出的還是女的做的，是不是？ D 選項提到了忘了開發票，購物當中啊也會一些營業的時間啊，買了東西要發票，是不是？去一些公交站要充值或者去交費等等，然後討論一下東西的價格高不高，質量好不好，是不是一個品牌，這些呀都是可能在對話當中聽到的關鍵詞。那看 A、B、C、D 四個選項，一定知道他們是去買東西了。那是在結賬的時候說的，還是結賬的時候發現要使用優惠券過期了呢？還是說去酒店了，但是酒店今天沒有開？或者說女的忘了開發票了？到底是哪一個呀？我們光看沒有辦法找了，但是給了大家一個方向，你要注意聽有沒有提到結賬、優惠券、酒店和發票這樣一些關鍵的詞。如果對話當中根本沒有說的話，這個選項也不會選。所以預測的主題是購物付款，聽的重點就是結賬、優惠券營業還是發票。所以呀，一起來聽一聽。29，先生，您一共消費了568，您刷卡還是付現金？現金。這個優惠券可以用嗎？可以，滿100減30，減完之後是418元。好的，給你。根據對話，下列哪項正確？對話聽完了，不知道大家聽到了哪些重要的信息呢？哪個根本沒有說到，先告訴老師，直接先把它排除掉。對， C 和 D 根本沒有說，所以看都不用看。A 是說男的正在結賬，整個對話說的就是一共消費了多少，您怎麼付錢，現金還是信用卡？肯定是在結賬，對不對？那他還用了什麼？他還用了優惠券，優惠券過期了嗎？女的說可以用，對不對？優惠券是可以用的，可以用就證明什麼？沒有過期，過期了就不能用了，對不對呀？所以呀，我們看人家說是現金，男的問這個優惠券可以用嗎？女的回答可以，所以優惠券過期了也排除了，可以用沒有過期。而他呀正在付錢，用的是現金我們說那他就是在結賬嘛，所以答案就是 A 選項。好，今天的所有的課程呢就到這裡了。我們說的是日常生活，討論了一下什麼？交通出行，還有購物付款。關於交通出行呢，還多說了一個天氣的話題，對不對？
所以呀，一共是3个小話題。交通出行，出行方面要注意天氣可能會影響，會有一些題也會和天氣一起考。第3個呢，就是說購物付款的時候可能會用到哪些詞。這些詞啊，這3類詞都希望大家下去之後多看一看，至少你要知道它是什麼意思，對不對？最後還是祝各位正在聽課的同學們，祝大家考試順利。我們下節課會繼續多聊一聊其他的有關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話題，都是在真題當中出現的，也都給大家總結了一些重要的詞彙。所以呀，好，多複習一下，期待一下我們下節的課程吧。我們下節課再見。